北约遇袭，俄罗斯再次扩军。美国之前警告华沙，俄罗斯可能对波兰领土进行武装挑衅，现在它来了。俄罗斯的 Kh-101导弹飞入波兰近100公里，只是波兰有 F-16和空中预警机，俄罗斯导弹是怎么做到的？另一边，俄罗斯进行自乌俄战争以来第6次扩军，将预备增加军事编制人数，将原先的239万人增加至242万人，现役军人增加2.5万人。加上之前泽连斯基说的俄罗斯借兵3万，俄军多了5.5万的有生力量。莫斯科这是为新一轮的反攻做准备。7月30日，乌克兰的防空监测机构称，一枚俄罗斯的巡航导弹深入了波兰领土近100公里，随后这枚导弹从波兰军方的雷达屏幕上消失，最终在卢布林地区坠毁。根据防务快报的评估，这个不速之客大概率是由俄罗斯空天军的图9MS或者是图160发射的空射型巡航导弹。所有的残骸证据和雷达反射特征都指向了一个型号 Kh-101。俄罗斯导弹进入波兰，火力军并不意外。乌俄战争打到现在，战线早就进入欧洲了。只是波兰是北约的前沿阵地， F-16预警机、防空系统一个不缺。俄罗斯的导弹是怎么飞入波兰领土100公里的？就整个事件的发展来看，波兰军方的确发现了这枚导弹，也派遣了战机，但就是没有拦截。根据乌克兰监测频道给出的报告，凌晨4点40分左右，这枚巡航导弹就已经在飞越波兰领土了。在此之前，大概凌晨3点50分，波兰的卢布林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城市就已经拉响防空警报，这说明北约的早期预警网络发挥了作用。随后，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也发表声明，当地时间凌晨3点29分左右，一架不明空中目标逼近波兰边境5公里的范围内。到了凌晨3点40分，波兰的雷达系统清晰地探测到这个目标向西飞越波兰领土。一架正在执勤的 F-16立刻被地面引导站派去识别并拦截该目标。只是在6分钟后， F-16飞行员尚未通过目视确认目标属性之前，他已从波兰的雷达屏幕中彻底消失。随后，一支军用直升机机组在波兰卢布林地区的塔尔纳瓦克洛尼亚附近发现了一个撞击点和导弹残骸。就早期预警能力来说，波兰这次没有瑕疵，雷达看到了，警报拉响了，战机也升空了，这足以证明波兰有能力拦截这枚 Kh-101。那为什么没有拦截？防务快报指出，这次拦截失败的根本原因可能就出在波兰的决策链和交战规则中。这些规则可能强制要求必须对目标进行近距离的目视识别，并且必须得到正式授权，才能按下导弹发射按钮去摧毁未知物体。火力军想问问波兰，俄罗斯的导弹都骑到脸上了，还在等什么正式授权？距离乌克兰边境约100公里范围内，波兰有切姆、扎木西奇和卢布林等几个主要城市，还有斯塔洛瓦沃拉，波兰主要的装甲车辆生产中心之一，这里生产援助给乌克兰的自行榴弹炮，距离爆炸现场西南方向仅约50公里。这一次是幸运的，导弹落在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那下一次呢？哪怕稍有不同的飞行路线，可能会使波兰的城市密集区或战略防御设施面临风险。火力军很希望能看到波兰雄起的那一天。俄罗斯那边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扩军。7月底，普京签署了一项命令，将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军事编制人数从原先的239万人增加至242万人，其中现役军人竟增加2.5万人，8月1日正式生效。对于俄军来说，这又是数万生力军。这是自乌俄战争以来俄罗斯进行的第6次大规模扩军，普京这是要干什么？2.5万人加上泽连斯基之前说的俄罗斯打算向某个第三国借兵3万人，这就相当于俄罗斯又多了5.5万人的机动力量，相当于好几个满编的摩托化步兵师。不过在火力军看来，俄罗斯扩军并不是为了进攻，而是防御，顺带为10月份的大动员做铺垫。目前的战场态势大家也都看到了，俄罗斯想要彻底击穿乌东防线，区5万人塞牙缝都不够。这些人只是被俄军高层用来暂时稳住前线的防守力量，填补那些被乌克兰无人机和火炮撕开的防线缺口。对于俄罗斯来说，现在的任务不是在战场上发起大规模进攻，而是确保国内的大选不出乱子。对，你没听错，俄罗斯要搞国家杜马席位大选了，在此期间绝对不能搞什么强制拉壮丁的大动作，以免引起民众的反感。不过拉壮丁是一回事，俄罗斯还要操心前线战况，不能在大选临近的敏感时期被乌军抓住防守空虚的机会，出现类似当年哈尔科夫大溃败的场景。如果真那样，普京在大选里的脸面可就彻底丢尽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就算俄罗斯进行新一轮的增兵，也只是为了维持大选期间的防守，不会发起战略级的进攻。不过等大选一完，真正的麻烦就要来了。泽连斯基曾表示，俄军准备在2026年秋季发起一波规模庞大的动员。
情报显示，普京正积极在各地兵役局采取低调但严密的准备措施，目标可能是动员50万军队。俄罗斯本土那边也有类似的说法。军事博主罗曼诺夫爆料，在10月份国家杜马选举后，俄军极有可能立刻启动新轮的大规模动员，涉及的总人数将高达120万人。罗曼诺夫不是什么普通网友，早就被乌克兰官方列入俄罗斯宣传员黑名单，长期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手前线战况报告，在俄罗斯军事博主圈子里有相当高的话语权。他敢在选举前敏感时期爆料，赌的绝对是信源够硬，后台够稳。除此之外，俄罗斯国内的独立调查媒体联合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他们发现那些接近俄罗斯总统府、国防部及联邦安全局的内部人士都在不同的私人场合确认了同一件事，各层级都在讨论大规模动员的方案，路线图已经制定出来了，为某种永远不会被称为动员的事情所做的准备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为了这场秋季豪赌，俄罗斯政府甚至在2026年7月强行通过了多项法律，明显就是为动员做法律铺垫，其中包括一项法律允许拥有严重犯罪记录的重刑犯在正式动员期间直接与俄罗斯国防部签订军事服务合同。据各种可靠报道指出，俄罗斯政府甚至还在秘密考虑对民众实施新的极其严厉的限制，目的就是为了平息社会底层对即将到来的动员的抵抗。针对动员传闻，梅德韦杰夫匆匆地站出来，对媒体和俄罗斯官员表示，俄罗斯根本没有在准备动员，完全没有任何动员的必要。梅德韦杰夫在镜头前装腔作势，将这些报道统一描述为敌人的谎言和恶意挑衅，目的是动摇俄罗斯社会内部的稳定，通过自愿签订合同制的方式加入了俄军。另外还有 1.6 万名热血志愿者，在同一时期，俄罗斯还招募了约4万人加入无人系统部队。基于这些数字，梅德韦杰夫声称，俄罗斯目前无需动员，因为已完全满足了前线的招募需求。对此，火力军只能说2个字：别信。真实情况跟梅德韦杰夫说的完全不一样。火力军帮大家回忆一下，在2022年秋季那场引发混乱的部分动员启动前，俄罗斯官员也曾信誓旦旦否认动员。到了2026年的今天，则变成了梅德韦杰夫亲自下场。至于梅德韦杰夫上面说的征兵数据，火力军这边有另一个版本。在2026年3月，希尔斯基就表示，根据截获情报，克里姆林宫计划在2026年全年招募 40.9 万名士兵。截至2026年7月底，俄罗斯仅招募了约 22.1 万名士兵，但是他们在前线的伤亡却高达 22.5 万人，入不敷出。假设2026年下半年招募率依然保持这种状态，俄罗斯全年的招募总数将远远低于 40.9 万人的硬性目标。这种情况会让普京面临一个抉择，那就是要不要在年底前冒着政权动荡的风险进行某种形式的强制动员。战争研究所的专家评估，在俄罗斯的体制下，任何形式的强制军事动员最终都是普京个人的决定。目前尚不清楚普京是否决定实施动员。不过俄罗斯拼死拼活招募的22万人只够半年的消耗，而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的总伤亡人数已经突破144万大关。很多事情的真相对比这些数字就已经非常清晰了。在这个时期，梅德韦杰夫硬着头皮出来喊俄罗斯无需动员，目的就是为了强行稳住杜马大选，防止俄罗斯内部爆发动乱。没办法，战争的烈火正在俄罗斯本土燃烧。7月29日，乌克兰特种无人机部队袭击了梁赞附近的野煤仓库，这个分拣中心占地面积高达17万3000平方米，是整个俄罗斯排名第5大的核心物流设施。紧接着，在7月30日，乌克兰发射超过400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多地，克里米亚半岛、莫斯科一个都没放过。俄罗斯境内的多个高价值目标被精确击中，这其中受损最严重的依然是野煤公司的物流仓库。位于本萨地区的野煤公司仓库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瞬间起火燃烧。这座占地面积高达9万平方米的庞然大物就在无人机的无情打击中化为灰烬。根据数据统计，7月18日以来，野煤公司至少有11个核心仓库遭到袭击，其中5个被完全摧毁，另外6个也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结构性受损。这种打击直接导致野煤公司即将破产，不得不紧急修改平台规则。现在的野煤公司拒绝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的损失做出赔偿，甚至还无理拒绝卖家转移剩余库存，并全面禁止提现。俄罗斯国内的几大电商平台都跟风采取了同样的流氓做法，这引发了俄罗斯商户的恐慌。仅仅通过在7月针对俄罗斯物流中心的一系列高强度打击，乌克兰就给俄罗斯造成了接近100亿美元的损失，无数底层商户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生意化为灰烬。为了减少被炸损失，野煤公司开始在哈萨克斯坦寻找仓库设施，计划把物流仓库系统全部转往哈萨克斯坦境内。这个办法只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当一个俄罗斯普通人开车去加油站发现没有燃油，
当你在网上苦等半个月的快递，突然被告知你网购物品所在的巨大物流仓库被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机给扬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会支持这场战争吗？绝对不可能。由于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央行已经被逼得将 GDP 增长预测从 0.5% 到 1.5%， 下调至 0% 到 1%。专家表示，仅无人机针对野煤仓库的精准袭击，就足以将俄罗斯通胀推向失控。除了快递被烧，俄罗斯人的饭碗也快保不住了。农业部门正陷入一场毁灭性危机，这也是梅德韦杰夫害怕看到的。现在正值俄罗斯农民在夏秋收获季节的关键时刻，但柴油没了，重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以及其他农业机械都开不动。由于俄罗斯近10家最大炼油厂遭到了乌克兰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成品油市场正面临短缺约 20% 所需物资的窟窿。俄罗斯的尿性大家都知道，在战时状态下，一切以军队为主，加上乌军的袭击仍在持续，农民缺油的情况恐怕会越来越严重。因为缺油，俄罗斯大型农业企业正接近亏损运营，小型农场就更难受了，他们缺乏提前购买大量燃油储备的资金与储存能力。在伊尔库茨克地区和阿尔泰地区、罗斯托夫地区、克拉斯达诺尔地区的农民都在疯狂抱怨供应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因为经济问题又减少了农业补贴贷款项目，削减了贷款，农民只能绝望承受炼油厂受损、国家资金减少以及国家物流网络日益加剧压力的后果。可以说，现在的俄罗斯无论是哪一个阶层，都存在不少的反战人口。克里姆林宫也知道，所以对于普京来说，目前最核心任务就是要预防这些反战人口在大选前变多。如果这个时候突然宣布扩大战争动员，可能会真的继续把更多原本中立的人瞬间变成反对者，然后导致执政党在大选中彻底失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梅德韦杰夫一定要出面来扯着嗓子喊一声俄罗斯无需动员，这是政治维稳，是战略欺骗。可以说，现在的俄罗斯只要宣布动员，大规模动荡少不了。但即便如此，普京也没有放弃动员的想法。泽连斯基曾表示，普京彻底失去了战争主动权，但拒绝任何公平的停火，而是躲在克里姆林宫里给自己打气。他还大言不惭表示，战争迟早会结束，俄罗斯将实现所有既定目标，赢得胜利。他还强调，俄罗斯人民必须坚持下去，因为他们是打不垮的民族。最离谱的是，普京还厚颜无耻地表示，这是俄罗斯历史上决定性时期之一，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岌岌可危。一场由你普京亲自下令发起的侵略战争，打到最后居然被包装成了莫斯科保卫战，甚至说俄罗斯命运岌岌可危，有点搞笑了。是谁把俄罗斯推到悬崖边上？是你，普京。你用谎言开启战争，现在又想用恐惧绑架国民，这让那些家破人亡、连退款都拿不到的俄罗斯底层人民怎么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俄罗斯这台生锈的战争机器，在乌克兰精准的打击下，失败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见证这个时刻。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罗斯10月份的动员会不会产生，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视频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